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我们看到上周五美股出现了一个新的高点之后啊，到达34000美金之后呢，日线级别上看到了一个八阶阳线。那么有了这个八阶阳线之后，在日线级别这个角度来看，就可能会走出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同时呢，我们看到啊，在34000点附近呢存在4次的等位置的波峰。那么根据坚恩的等位置波峰法则呢，一旦出现这种结构，行情容易不断的走出新高。那么目前来看，美股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多头趋势，但比特币呢已经经历了连续3个交易日的横盘震荡。现级别上，我们看到啊，比特币4月27日这一天走出了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阳线，也叫悟空阳线。那什么叫悟空阳线呢？我们看到这根阳线是有别于下跌趋势，有别于横盘震荡的，它是被空头压制了500年之后，突然出现了一根阳线，我们就管它叫标志性的悟空阳线。那有了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之后，在上方我们就有希望走出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但后面出现的3根阴线，我们认为这3根阴线呢都从属于悟空阳线，始终处在悟空阳线的开盘价和收盘价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这3根 K 线呢，就构成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妖怪 K 线。妖怪 K 线呢，干扰了我们对我们正确方向的一个判断。那什么是正确方向呢？我认为悟空阳线的这根多头的方向是目前行情当中的主要方向。因此呢，这3天妖怪 K 线的震荡呢，干扰了我们对多头方向趋势的一个判断。但只要没有跌破悟空阳线的开盘价，也就是在28415美金这个位置没有被跌破的话，那么悟空阳线依然存在。悟空阳线的存在意味着行情上方可能会走出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级别分析到这里之后，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为什么要切换时间级别呢？因为我们要在各个时间维度上去观察 K 线系统，这样呢能够在更立体的一个结构上去理解 K 线。K 线本身呢是一个由时间和价格组成的一个2维平面。切换时间级别之后，我们把时间级别作为第3个维度，这样呢我们能够在3维立体的空间上去理解 K 线的运行本质，这样呢就超越了目前我们能目视到的一个2维平面更好的能够理解 K 线的运行逻辑。级别上我们看到了有一根阴线非常重要，这根阴线呢出现在4月27日0点的这个时间点。这根阴线呢是一个快速的下杀，那么这根阴线产生之后，我们看到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双重巴特的画面那这个双重巴特怎么理解呢？就是有一个正向的下跌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巴特比如说这个小人是巴特，正向的巴特在这里产生然后反过来之后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反弹，那么这个位置呢就形成了一个倒立的小人。那么这样的行情当中就叫做一个双重巴特。那双重巴特呢是对多空两方面均的同时绞杀，也叫鳄鱼的死亡翻滚。多空呢在这个位置上完全失去方向，但是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周线级别上，就可以看到目前在周线级别上走出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周线级别的5日均线和10均线正在上穿周线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并且呢，当前周线级别的 K 线也在169均线上方运行，刚好压在这个169均线附近。因此呢，目前从大的时间周期来看，比特币是一个上涨和反弹的一个趋势。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方向上的判断之后，我们再回到4小时级别上来看。那么我们把时间级别再次切换到4小时级别，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4月27日出现了一根巨大的阴线。那么这根巨大的阴线呢，就像我们身上被比如说胳膊上被玻璃划出了一道非常长的伤口。这个伤口一旦产生之后，我们的第一反应是用另一只手去堵住这个伤口，但是血还流还非常疼，对吧？那么这个过程呢，就相当于一个快速的反弹就是
行情本身也是有应急反应的。急速下跌形成筹码缺口之后，它也会用另一只手多头方向的这只手去捂住这个伤口让血先止住，让这个伤口先得到一个覆盖。那么覆盖之后，我们的伤口依然会流血，所以呢，这个流血的过程就相当于第二轮的一个下跌和震荡过程。那么这伤口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我们下一步肯定是要去医院进行包扎。这样的行情就会重新出现一个反弹行情，但是包扎之后我们还要休养一段时间，所以呢，这里的震荡反弹呢，主要是对3万点到27800点这样的一个快速缺口进行不断的回补的过程，在回补结束之后，行情当中就会出现震荡形成的一个收敛三角形。那么前面的震荡和收敛也同时会对当前的 K 线有着影响力的作用，因此呢，当前行情我们看到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动作那么比特币的价格就在这个4小时级别的收敛动作当中运行，同时在未来我们会看到这一个收敛动作会最终呢形成一个矩形结构。然后在矩形过程当中矩形结构运行的过程当中，行情不断变化，形成更窄的三角形。那么下一轮的行情，下一轮的多头发育，就会在更窄的收敛三角形当中接近焦点，容易发生变盘的这个位置上发动一轮突破。那么我们有句老话叫横有多长，纵有多高。那么这个横有多长呢，就是比特币在震荡过程当中发生的。那么目前来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正在不断的上涨，那比特币的价格正在同外围市场美股形成背离，比特币处在震荡的过程当中，美股不断创出新高。那在这种情况发动之后，我认为最终呢，比特币会同美股发生同步现象，从而呢出现一个新的高点刚才我们解释到了，目前比特币是在周线级别是一个上涨趋势，因此呢，在震荡和调整之后，比特币必然会重新走上多头之路。对于以太坊来说，我们看到目前它是处在一个绝对的下跌趋势当中。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也证明以太坊目前是落后于比特币的反弹和震荡的。那么在以太坊和 USDT 的交易对当中，我们看到有出现无空阴线、八戒阴线，那么下方可能会有日线级别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组。那么在下跌趋势过程当中，有别于比特币的是，目前以太坊没有出现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阳线，因此呢，对于以太坊的多头的布局，要耐心等待它重新回到前面震荡过程当中形成的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三角形的中间区域。这条中间区域呢，大概率是在$1600附近，同时也是前方箱体形成的一个中间线的一个位置，也是日线级别1440均线和169均线对于以太坊的一个支撑位对于以太坊来说，目前它是落后于比特币的，因此布局以太坊的多头应该耐心等待它回落到支撑位附近之后再进行布局。同时呢，我们看到上一轮行情，以太坊正式回踩了$1400的1440均线和169均线之后，才开启了一轮行情。因此呢，当前行情当中，耐心等待1440均线和169均线缓慢上涨 ，K 线重心不断下移。那么 K 线本身接触到1440均线之后才是可以博反弹和上涨的一个机会和位置。昨天的 Binance 市场当中，我们看到EDU 是成交量最高的币种之一原因是它首次通过 IEO 上线币安平台。那么在昨天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它一度暴涨，但要知道币安 IEO 的成本只有0.05，打新之后中签的朋友们获得了巨大收益。但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EDU 出现了一定的暴涨在行情当中第一天上线之后走出了一轮行情。这轮行情呢，我们通过切换时间级别可以看到它是一轮小时线级别的上涨西游，这里面有标志性的阳线、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几乎到达高点接近$1.7。
但在1.7美金之后出现了对称性的下跌。这种对称性的下跌呢，常见于刚上线平台的币种，因为超级主力拥有市场当中最多的筹码，所以呢，主力可以对价格肆意进行控盘。经历了一轮小时线级别调整之后啊，这里的小时线级别调整呢，是与上涨对称性的小时线级别下跌系有的调整。小时线级别调整过后呢，今天凌晨4点，我们再度看到了 EDU 出现了一个小时线级别的标志性的阳线，也叫悟空阳线。有了这个小时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小时线级别的开盘价啊，这个悟空阳线的开盘价1.33美金啊，在这个位置上设置止损之后进场。那有了小时线级别悟空阳线，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后面的连续5根 K 线都是行情当中的干扰 K 线，也叫妖怪 K 线。妖怪 K 线干扰了多头的发育啊，所以呢没有跌破这个悟空阳线开盘价1.33美金之前，对于 EDU 来说，仍然有可能走出新的一轮小时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同时，我们看到啊 ，EDU 在行情当中波动非常巨大。巨大上涨之后回调的幅度啊，最大回调幅度达到了惊人的22%啊！这在股票市场当中已经是走出一个跌停了啊，这是2个跌停，或者是一个涨停之后的跌停啊，它是幅度有20%。那么在数字货币市场啊，在数字货币市场这样的波动呢，往往出现在一些暴涨币种之后，同时呢也是一个补仓的机会。因此呢，在小时线级别悟空阳线出现之后，可以把我们刚才提到的小时线级别悟空阳线的开盘价作为止损。那么在行情在未来的走势当中，基于悟空阳线、小时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就可能走出小时线级别的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出现一个与上涨行情对称的平行结构的上涨。但是啊，再度反弹之后，一定要注意，行情之中很多时候都会出现对称性的上涨和对称性的下跌的，所以呢，我短线设置止损，设置在1.33美金止损之后，如果发生上涨到达1.58美金附近的时候，一定要减仓，继续保持观察，这个仓位一定要在获利之后减去一些啊。那么在高位呢，我们要赚取金钱；在低位呢，我们要获得筹码。震荡过程当中做短线，一定要控制的是心态和仓位。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